作为001车主啊，看到这样的列装车，真的是有点走不动道了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奇瑞最新的这个烈风。先从它的这个侧面开始看起啊，车长超5米，轴距3.1米，然后车宽是超2米的。这个侧面真的是太帅了。OK， 我们直接慢慢的来看一下它整个外观的设计。先来一个3/4侧，这个角度也很帅啊。这种银灰色特别有质感。拉近看一下这个日行灯啊，其实它前面这一块能看到透亮的地方都是一个罩子，一直罩到了这个下面这个区域，可以看到，等于它这个灯全部是在这个里面，质感还可以啊。然后它这个日行灯下面这一块是它的大灯，但是现在概念车的状态它看不清楚，我估计啊，它只是一个样子，对吧？它还是没有真正的灯。不过这个很夸张啊，你看这边的前唇这边都是碳的，可以看得清楚吧？而且这一块应该是有可能是主动进气的口。整个前脸的特别就是宽啊，你这样看的话很帅，特别帅。我们来一个近景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近景能看到这个标是在下面的，以及碳纤维的这个。奇瑞的车现在真的很精致啊。OK， 上面的这个黑顶，接着来一下侧面，车顶上面这一块，这应该是实心的，但这个造型还可以啊。轮毂，我觉得这个轮毂估计就是个样子，因为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啊，整个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造型，它这个风速肯定是不低的，所以我估计就是为了好看。如果真正量产这个车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米其林的26540 ZR 22，哇，这轮毂这样看的话，非常大，非常大。这是前脸的一个侧面的一个样子。你可以打开懂车帝，搜索广州车展，就可以了解更多新车资讯。一个电子的这个后视镜，这边应该是激光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的位置。啊，这个车它有很多的参数啊，什么3.3秒啊，电机3万转啊，这些我就不多说了，网上肯定全是这样的。主要是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如果真的量产作为一个概念车的话，它日后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。侧裙也是一个碳纤维的，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贵的，肯定是很贵的，说错了。那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很类似于小米速7啊，这个设计。哦，这个电子后视镜也是假的，那这一块它明显是一个反光的东西。这里面的内饰，到时候我放个宣传片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它是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，是看不到的啊，没有门把手，概念车。整个后尾门的这个长度也很长。OK， 这边也有一个奇瑞的这个 logo， 但是不是很显啊。谢谢。最后来一下尾部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造型，对吧？这个坡度最重要啊。哎，如果没有这上面的这一块悬浮尾翼的话，它整个造型有点不是那么的溜，对吧？还可以啊。接着来下面，哦，它这个悬浮尾翼中间还是断开的啊，它挺有个性的。这边也有一个凸起的这个，我估计如果是真的会有的话，应该是摄像头，后视摄像头的位置。然后下面这一块，下面也有一个呼应这一块，然后后面的这个，哦呦，不好意思，整个尾部也是，就感觉这个宽体特别明显，因为它前面从这边绕过来了，对吧？从后面看真的很肥，上面很小，然后下面很壮。再来看一下它这个灯啊，它这个灯跟前面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它外面是有一个透明的这种罩，然后它这个针就是立体感特别强。我们来拉近看一下啊，
它应该是有一个厚度的，就跟那种亚克力一样的。哇，这个灯稍微有点好看啊，也真有点好看。哇，这种宽体的效果，从后面看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，非常非常夸张。哇，这个角度呢，奇瑞的设计真的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好看了。接着来看一下整个侧面的这种造型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烈风怎么样呢？反正我说实话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如果它真的在1年2年上市的话，到时候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很低。但是如果要走量的话，我估计也就跟现在的这个001啊或者 1T5T 啊这些差不多。OK， 这期视频就是关于这个奇瑞烈风的这个一个静态的一种体验吧。大家觉得看完视频这个车怎么样呢？我还是觉得这个车标，好吧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